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清平山脚桃花林，桃花林里有一少年站在坟前，坟里埋葬的是他的父亲顾白。1年前，大妖入侵青云州，人族大危，那是少年最后一次从身后看父亲复建出青云门斩妖的伟岸身躯，那回眸坚定而慈祥的目光，一如既往深深烙印在少年的脑海。如今，清平山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坟，顾余生，少年的名字。如今，顾余生能缅怀父亲的物品，不过一把木剑，一个酒葫芦。阿爹，你每天都背着剑，从来没见你用过，你真的会用剑吗？会一点。阿爹，教我练剑好不好？不教，先生说过，只有斩落满山桃花，我才有资格教人。不过我可以给你做一把木剑。阿爹，我看看你这把剑。别动，它是一把守护之剑。什么是守护之剑呀？余生，你还小，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懂。父亲，青云门今天招收弟子，孩儿打算入青云修行，你在天有灵，保佑孩儿能进山拜师。等孩儿学剑有成，一定替你斩尽这满山的桃花，斩杀欺凌人族的妖兽。哟，我倒是水，原来是你啊，顾余生。他是陆晨，他的父亲也曾是青云门修行者，那年也出门斩妖。不过他的父亲陆斩平安归来了，如今已贵为青云门长老。顾余生，你居然在祭奠你那懦夫一样的父亲？我父亲不是懦夫。1年前，3000修士出青云，前往清平州斩妖。顾余生的父亲顾白也是其中一员。本来斩妖战死是壮举，但那年战死了很多人，几乎是团灭。顾余生的父亲同样没有回来，同行人只带回来一把没有出鞘的剑。不久后，青云镇就有消息传出，顾余生的父亲顾白面对妖兽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顾白是个懦夫，是青云镇上饭后茶余美美必谈的事情。他是，不信你问青云镇的人。他不是懦夫。哈哈，那就不是。懦夫的儿子也上山修行了。他不是。清平山高到顾余生抬头总是看不见山顶，但他总觉得父亲当年的身影更高。阿爹，清平山有多高呀？余生，你看不见山顶，是因为身在深渊，要往上走，登上山顶，你才能临崖看世界。阿爹，那你登顶看过吗？那年顾白没有回答，也许他说了什么，但被风吹走了。总有一天，我要登上青云的最高处去看看。要是父亲当年登顶看过，那我要追随父亲的身影。父亲当年如果没有登顶看过，那我更要登顶去看看这山有多高，这世界有多广阔。少年登高望远是好事，可也不要忘记看脚下的路才好啊。谢老先生提醒。哦，小子，把酒给我喝一口。这酒是我祭奠过父亲的。你尚年幼，纵然你父亲在世，这口酒我也吃的。好吧。上好的桃花酒。今年桃花酒已饮，明年我再来取一壶。老先生，你这里面装着的是什么？只是一把斩妖剑而已。你这把剑也不错，要不我和你换？不换，这一把木剑是我年幼时父亲寻遍桃花林日夜雕琢出来的。可惜了。老先生，剑在匣中，遇见妖兽是不是很难拔出来？不，剑藏匣中，只是为了更好的出鞘斩妖。剑不出鞘，那是因为还不到时候。剑出大征时，最难斩妖形，私语酿桃花，送你入青云。这是青云山，那老先生究竟是谁？竟有凭空转移的本事，真是闻所未闻。不知何时我也能挥剑动星辰。各位想要入青云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给大家指条路：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清平山有好风，借风而上者为上家之资。借风上青云，摔死了怎么办？
愿仙人保佑我娶7个老婆，个个对我忠心。这里是青云门，不是许愿堂，给我滚！借风而上，原来清平州这个穷地方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啊！一本姑娘看，应是莫负晚云志，送我上青云。我喜欢自己的名字。我的小祖宗，等等我这把老骨头啊！呵呵，爷爷好玩着呢。不要乱！小祖宗，爷爷，救！喂，你顶到我了！姑娘，那是我的剑。登徒子，小祖宗，你没事吧？爷爷，这地方一点都不好玩，我要回家。可误那2个小子，老夫万里而来，你这青云山高门远，还不带个路？请问前辈是否是深远书山的莫先生？是我，这是我孙女莫婉云，我带她来清平山看桃花。我等能赢莫先生是3世修来的福气，莫小姐哪里用借风登门，万万不能勉强，请跟我来。哼，我偏要勉强，都怪你。略，小祖宗，你慢点啊！齐师弟，你留在这里，我立即去青云告知执事长老，不，直接去找掌门，让他出关迎接莫先生。为什么不是我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莫说是你，就算是掌门，能得莫先生指点1句2句，那也是3世修来的福气。放肆！我是师兄，我说了算。现在风没了，我给你们再指条路，登青云梯，登上青云梯的人都可以成为青云门的弟子。还有这好事？真是个天真的家伙。那个刚才接住莫先生孙女的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顾余生，姓顾，他是顾白的儿子。他是顾白的儿子。顾白是谁？好像在哪里听过。你傻，顾白就是那个御妖不敢拔剑，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青云门支持。懦夫的儿子竟然有脸来青云门，是打算再丢一次脸吗？你难道不辩解几句吗？齐师兄，我是陆展的儿子。陆展儿子的话，那就不要登青云梯了，一会随我入青云门。是，师兄。看什么？不服吗？我有的，你没有，哈哈哈。你不会想用这一把破木剑把我杀了吧？哈哈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陆晨，你我之间本无恩怨，过去尚有玩伴之意，但今日你2次辱我父亲在先，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懂父孺子修。今日歃血为誓，3年之后，以我代官受礼之日，我必以此剑杀你，讨回今日之辱。顾余生，你对我做了什么？歃血之事，这小子难道引动了天道誓言吗？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就凭你这个懦夫的儿子，这万丈青云梯就会把你这小子挡在门外，3年之后，你只会如一只蚂蚁一样被我捏死。顾余生没有再理会陆晨，他明白所谓的誓言什么的，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行一条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这就是青云梯，能否登上去就看你们的造化了。他的腿都那样了，还能登青云梯吗？虽然我希望他能入青云，让事情变得有趣一些，但我敢打赌他走不了3步。这青云梯乃是万千青云门弟子的鲜血凝练而成，其中更是有无数妖兽死于其中，阴魂妖魄形成的青云梯，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就连第1步都十分艰难。顾余生没有理会周围的人，腿伤椎痛反而让他前所未有的平静。有意思，竟然没有被反弹回来。你的父亲是个懦夫，一个面对妖兽只会逃跑的懦夫。不是的，他不是懦夫。竟然走了3步，但也到此为止了。世人皆有回头路，唯独我顾余生没有。读书路漫漫，难道是老夫走得慢了？这样下去会被后浪拍打沾衣的。顾余生趁着肩头的沉重消失，他快步向前。突然，可笑的凡人也敢斩妖，逃吧，弱小的虫子！这一刻，顾余生心中闪现出一个念头：或许当年父亲并不丢人，这么强的大妖，蝼蚁尚且偷生。不对，我不该怀疑父亲的。当年父亲负剑出门斩大妖，虽死无悔，路在自己的脚下，我必须要靠自己走。父亲若是在天上，一定在看着我吧。余生，这是一把守护之剑，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明白的。父亲，我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守护的是谁了，我会好好活着的。
顾余生一步步赶上，他看见了老先生的背影，可他没回头看，也没回头看的必要。但是前方的青云梯依旧看不见尽头，顾余生只觉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比虚弱，苦痛带来的汗水染透他的脸庞，每一步都是如此的艰难。这小泥鳅干嘛捅自己一剑？爷爷，他只差一步了，要不你帮帮他？帮不了，路得自己走。婉云，这一点你也要记住，少年的磨难往往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爷爷，你又来了，不帮就不帮，又说一堆大道理。磨难是财富什么的，我觉得最虚了。谁有顺当平坦的路不走，偏要行崎岖，不过是没有选择罢了。你不帮他，我偏要帮他，那样你会害了他的。小泥鳅，加油呀，只差一步了。呸呸呸！我为什么要帮登徒子加油啊？是了，等他入了青云门，我让他吃我的大拳头，嘿嘿。顾余生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半，汗水浸透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而前方的青云梯依旧茫茫不见尽头。要到此为止了吗？就这样不能再余生，你看不见山顶，是因为你身在深渊，要往上走，登上山顶，你才能临崖看世界。我答应过父亲要登顶去看看的，如果我连青云门都进不了，更谈何登山看世界？我顾余生一定要说到做到。MC 玩家，你们开心了吧？迷你世界今天下架，你们开心了吧？这个游戏陪了我5年了，说下架就下架，都被你们这些 MC 玩家害的，我恨你们！下一时，顾余生第一个入青云门。顾余生的目光在人群中逡巡扫过，忽然他看见众青云门长老身后的镇妖碑前，一块神龟背上插着一把剑，那是他父亲顾白的剑。这一刻，顾余生感受到了耻辱，他的手指深深地嵌进肉，他并不觉得疼痛，只是觉得内心悲凉且复杂。爷爷，这里有一把剑。莫小姐，这是一把耻辱之剑。婉云，听话，不要乱问。老者显然不愿意提及此剑，一双眼睛慈爱地看一眼孙女莫婉云，又捻须看一眼被晾在山门的顾余生。莫婉云虽然平时傲娇调皮，却是冰雪聪明，灵心通透，一点就悟。她早注意到被晾在一旁的顾余生，加上之前在山脚众人对她的态度，从只言片语间已明白其中缘由。如今被爷爷一个眼神点醒，她顿时明悟，这一把剑定然与那少年有关。喂，小泥鳅，我叫莫婉云。我叫顾余生。这名字真有学问。你的也是。哼，那是。入山的弟子都给我到镇妖碑前后站。爷爷，我困了。萧道友，老朽此番来此地闲游，多有叨扰，我孙女向来喜动，惹是生非，烦劳安排个清静安居之地即可。莫老屈驾青云门，是我等的荣幸。新陆长老遴选宗门新弟子的事宜，请妥善处置。好的。各封主长老也留下来吧。往年你们不都是很喜欢这个环节的吗？今年有不少天资不错的弟子，诸位可要好好挑选，悉心教导才是。差点忘了，我孙女也到了修行的年龄，诸位长老若是有心，也有这个缘分，就收她做弟子吧。什么？莫前辈，这合适吗？我们青云门毕竟只是一个守护支派，三流小宗门，只怕会误人子弟。没什么不合适的，老夫记得青云门中已收藏了不少3大圣地的功夫。婉云呢？你愿意拜谁为师啊？他们谁收他为弟子，我就跟谁修行。在山下的时候，他的鞋子硌着我脚了，我要好好给他一个大教训，天天欺负他。掌门师兄，让莫小姐入我丹霞峰吧，她乃无垢之体，学习丹道定然水到渠成。至于那顾白之子入我丹霞峰，只需负责一些炼丹杂事，也不用下山斩妖，反正丢人也丢不到门外去。莫婉云本来听见炼丹2字颇有些兴趣，可后来听丹霞峰主赵三前编排顾余生，就打消了念头。我不炼丹。莫小姐，你可以入我洛尘峰，我传你七情大道，以你的明心通体，可以直接跨过元胎、开买、断果、凝魂4大修武境界，不出7年即可进入河道之境，可力敌大妖。落霞峰道姑何红念的话刚一说完，就连大如莫先生也有些意外。修行之路自然有境界高低之分，从低到高为元胎、开脉、断骨、凝魂、河道、归一、金丹、元婴、化神，前4境为武道境，是习武修炼的极致。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进入第4境。青云门是个小派，如今的掌门其实已经是70多岁，也不过才是合道境而已。
想要斩一只大妖都有些困难，而这七情大道竟然只要7年即可入第5境。青云门竟然有七情大道作为传承。回禀前辈，这七情大道是当年蓬莱圣地的一位化神境仙子所留，可惜传承并不完整。但莫小姐若能修行圆满，可以有机会入圣地。原来如此。莫凡尘略作沉吟，七情大道虽好，可一旦入此道，那这般活泼可爱的孙女，以后可能就会变成冰冷冷的性子了。呵呵，以我等的身份，还无法做莫小姐的恩师，只可授业。这样吧，莫小姐身份不凡，又是无垢圣体，修行之路事半功倍，6峰之主以及长老皆可教莫小姐。当然，我也可以指点莫小姐修行。莫前辈，你看这样可行？行。见到莫凡尘阴郁，玄机子面色一喜，随即问6峰峰主及其长老：你们谁愿意收顾白之子为自己门下的弟子？洛尘风不收男弟子，掌门师兄，你是知道的。赵师兄，你刚刚不是说丹霞峰需要些炼丹的弟子吗？我说了吗？我可没说。4位师弟，丹霞峰向来人少，而且需要有炼丹天赋的弟子。你们4峰人丁兴旺。赵师兄此言差矣，我们各峰人虽多，但每次开门招收弟子都是有固定名额的。行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莫前辈远道而来，自是需要清雅之地，与诗书草木为伴，图个清静。正好清平山的桃花满山，柳师伯上了年纪，无心打理桃花树，把那少年安排在桃花林，给予待遇与宗门弟子一样。掌门英明。小泥鳅，咱们又不是朋友，我又不是小善人，只能帮你到这里啦。顾余生目光从那一把剑上收回，他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剑拔出来，可他明白，就算自己这样做，依旧无济于事。顾白不是懦夫，他每向一人澄清一次，就会如一把钝刀，狠狠地刮开旧伤口。弱小是罪，面对顾白的剑，顾余生只能保持沉默，内心笃定向前。顾余生，你一定要争气，争一口气，就算青云门不待见你，也要默默向前，努力修行，就总有一天，你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拔出这把剑，证明自己没有说谎。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嘲笑他的人皆丧于剑下。快看，那里有一把剑在乌龟背上，那是一把耻辱之剑。你们知道他是谁的剑吗？难道是顾白的？哈哈哈，没错，就是那个见到大妖就屁滚尿流的家伙。顾余生，你的父亲被钉在尺柱上，你怎么不辩解了？好了，都给我安静。陆展等众人笑够，才假装站出来，目光一扫众人。既然你们知道那是一把耻辱之剑，就给我好好记住，你们修行是为了斩妖除魔，不要遇见妖兽就被吓得连剑也不敢拔。现在各峰长老开始遴选弟子。真难闻。玄龙王朝离清平山万里之遥的超级帝国，怎会派皇子前来？等等，那是游龙剑体。你叫什么名字？可愿意入我云峰学剑？我保你10年之内成为青云第1，不，第2天才，最得意的剑道天才。我叫楚尘，是玄龙王朝的第9子，我要成为帝国第1天才。3年之后的树冠成人礼上，我要拿青云第1，我要向墨家小姐求婚。我是游龙剑体，是天生的炼剑天才，你有资格教我吗？有，当然有。哼，青云门不过是3流宗派而已，要不是因为父皇探听到圣人之后的墨家小姐要来清平山待上3年，本皇子压根看不上。这就是小国的贱民，泥腿子也想修行？笑话！陆长老，此子已被掌门安排到桃花林，差个弟子送去吧，免得在这里丢人。陆展闻言有些不满，掌门之前明明暗示过他有权利全权处置这小子的，这小子居然敢对自己的儿子发下天道誓言，一决生死，他早就恨之入骨。带他去桃花林。是。愣着做什么？跟我走吧。那一片桃花林我熟，师兄不用送我。谁愿意送你是的。拿好你的东西，记得老实点，不该走的路不要走，违反门规是要被逐出山门的。那师兄顺走我的银子，算不算违反门规呢？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晦气。第3个，清平山峰微凉，青云门很大也很小，顾余生一个人在走，路上的山川景色皆过往，他一身泥泞，
如同一棵路边的野草，无人在意。顾余生同样明白，孑然一人，人生如同无根蒂，飘飘如陌上尘。他走过镇妖碑后的路，如同小时候有父宠溺的时候一样。那一条羊肠小道，长满野草，山涧小溪，涓涓细流，桃花落了一春，一年又一年，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古朴亲切。但顾余生再也没有歌。顾余生，你要努力修行啊！从现在。感慨完后，顾余生已从包袱中取出一本青云门新晋弟子的见面礼，一定名字，一枚身份历，2套青云门的服饰和一本入门修炼秘籍，以及数本宗门手册。太上元胎灵隐诀，这是所有青云门弟子入门时都要修行的秘籍。这本入门修行秘籍是当年3大圣地立在青屏山立镇妖碑开青云门时，由3大宗门的大能之士共同传下来，非青云门弟子绝对不能私自传授。我要凝练一品元胎，还是先填饱肚子吧。现在的我连钓中一条鱼都办不到，更别说应付妖兽了。3年后，我与陆晨将有一战，必须得努力才行。好酒。顾余生也学着老头赞叹一句，他并不懂酒，他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在山外与那神秘老人相见的那渐动星河灿烂，深深地掠动着少年的心。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展出那样惊世骇俗的一剑？这酒怎么会这么霸道？难道被下了毒？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这酒葫芦就早上那老人拿过，我一介微末，那老人也没理由害我才是。一息后，顾余生只觉身体蒸腾起层层水雾，他坐下，心思一动，翻开太上元胎灵隐诀，按照里面铸造元胎的法子开始修炼，引导着身体里这股不受控制的力量。顾余生渐渐醒来，他茫然般睁开眼，浑身油腻湿透，脏兮兮的，还夹杂着泥尘污垢的味。这酒葫芦。顾余生拿起酒葫芦，奔向茅屋，取来几个碗，从酒葫芦中倒出一碗酒。这一次他变得谨慎许多，细细品一口酒，等待腹中灼热之气升起。片刻之后，腹中又好似燃起一团火焰。果然，这酒葫芦竟是个好宝贝，怪不得一壶平平无奇的酒，那一方高人会觉得好喝。顾余生又引导着一股灼热之气凝练元胎，带着一股力量散尽，他的身体内再一次排出不少污垢。而他根据入门功法中的描述，果然感受到身体丹田位置有一团青色的雾气如白云般汇聚。这是元胎显照。此物看似寻常，却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只是不知是酒的缘故，还是内有乾坤。顾余生正准备把碗中酒重新倒入酒壶里，却意外地发现碗中酒上浮起一层白雾，须臾间消散不见。这才是酒最初的味道。顾余生仔细等待，这一次他腹中没有升起那一股奇特的力量，反倒是醉意洗脑，晃晃悠悠倒在地上迷迷糊糊的睡去。桃花林外山林醉，一面松发散的老者悄咪咪地靠近小院。这也算酒，刚刚闻着的美酒味呢。一群被世俗沾身的家伙，稍微有些麻烦的人就往老夫这里送。当老夫是什么人？顾白啊顾白，我柳元这些年承你酒水的情分，可别指望我会指导你儿子修行，能收留他平平凡凡的过一生，也算是天大的情分了。灵鸟提空山，桃花香可闻。少年已凝练元胎1个时辰了，元胎品质的高低鉴别为以青为佳，以灰为次，而想要凝练出银色甚至是金色，则需要莫大的机缘，以及个人要能承受住天地驳杂的元气入体时对身体洗炼造成的极大痛苦。
不够，还不够努力，修行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照这样的速度下去，3年后我最多能入开脉境，而开脉境需要打通人体的大部分经脉，过程更加漫长。这样下去，我凭什么与陆晨斗？我又何年何月才能取回那一把守护之剑？青云门的钟磬声悠扬，顾余生快步向镇妖碑后方的演武场奔去。演武场上早已坐满，都是新进的青云门弟。都给我安静！今日陆某非授业长老，而是来宣布几件事。从即日起，每个人都必须领取一项宗门任务，并且在3个月之内完成，否则逐出山门。什么？宗门任务不是自愿的吗？我等还要修行呢。哼，你们当然可以不用去做宗门任务，但是没有宗门贡献点的人，别想在宗门内享受到任何修行资源。不要忘了，你们修行的功法、丹药都是需要贡献点来兑换的。没有贡献点，难道靠每日在这里聆听长老讲课吗？宗门不养废物。事务殿那边已经发布了数百条宗门任务，你们一会可以去领取。新进弟子近1000人，只有数百条宗门任务，这意味着有人领不到任务。没等陆展说完，一个个都奔向事务殿。本座的话还没有讲完呢。陆长老，你的儿子没有来演武场，他们是不是已经先去领宗门任务了？这不公平。公平？想要公平，得看你们的实力。当入宗门的那一刻起，乾坤皆定，只是你们不认命罢了。众弟子闻言，又气又恼，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反驳。修行路漫漫，现在就定乾坤还太早。忘了告诉你们，入门后的宗门考核由原来的3年考核变成1年，1年之内没有凝结出元胎者将被赶出山门。宗门没有那么多资源养你们，好自为之。1年凝结元胎，分了吧！3年凝结出元胎的人已经是天才了。青云门没资源，干嘛招收这么多人？切，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几年青平州各处都有妖兽横行，青云门上一任的弟子已经战死了很多，我们没准会成为炮灰。探讨声此起彼伏，有人精明，已经朝事务殿奔去。无论怎么说，先完成宗门任务再说。原本刚刚还人山人海，现在已经如惊弓之鸟，纷纷奔向事务殿。1年吗？顾余生喃喃自语，他想要凝结元胎，随时都可以。陆展的话大概是说给他听的，但他心中只有冷笑。你为何不走？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你为何不走？我在等先生授课。坐吧。老夫名叫于青山，在云峰练剑。你怀中藏剑，想必对剑感兴趣吧？没错。不必看我的剑，要看自己的。我只授课半日，论道什么的肯定说不完，不如谈谈剑吧。凝练元胎，如同锻造一把剑。既然你已经有一把剑，那就应该练剑，哪怕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木剑。顾余生沉默许久后，请先生教我剑道。青云门有自己的规矩，你未入云峰，便与我无师徒之缘。先生今日授业，教我半日剑道也是好的。剑道之路行之最难，前路荆棘，你可曾想好？我也想复剑再背，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思考，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呵呵，好。3000世界，大道无数，剑道行医，直中可取。我不传你剑诀和剑招，只说剑道之路和修行，你且听好。剑分品质，剑道同样有高低之分，如同修行境界一样，有浅至深可为本剑、剑气、剑势、剑意、剑心、剑灵和剑域7个境界。本剑无我，无胎无根，如同凝练元胎一样。人间有不品，茫然似护剑，别小看本剑出境。有人一生寻剑而不得，迷失自我。以我观之，你已入本剑境，若非如此，老夫绝不多费口舌。先生是说我腰间的木剑就是我的本剑？难道不是？顾余生沉默，他腰间的木剑是他心中的一道执念，这一把剑也寄托了很多哀思。于先生，倘若有人能一剑断斩苍穹而动星河，究竟是什么境界？你见过？没有。我曾听人说这世上有剑仙，传说罢了。
顾余生看了看时辰，知道于青山已过了授业时间。晚辈斗胆，请前辈赐我3招2式。不行，我也是守规矩的人。话说，你学剑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活下去。我还以为你会说学剑斩妖呢。剑刺千万次，你自然就明白了。谢于先生授课。与此同时，亭台楼阁处，陆晨正居高临下打量着顾余生去事务殿。殿，我用了天道誓言，你帮我抹掉吧。我总觉得睡觉的时候不安稳。除了圣人，没有人能解除天道誓言的契约。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契约规则内打破誓言之咒。我一定会杀了他的。这是我找丹霞峰长老买的凝元丹，你要抓紧时间凝练出元胎。你如果能够凝练出中品元胎，我会想办法让云峰修剑的长老收你成为关门弟子。殿，你太看不起你儿子了吧？中品元胎，我怎么也要凝练出上品元胎来。你以为上品元胎是那么好凝练的？殿，那个玄龙王朝的九皇子楚尘已经凝练出异丝元胎之气，呈现蓝色，以后可能凝练出3品青色元胎。人家是1级王朝的皇室血脉，自小就有丹药洗炼身体，以后有机会你可以与此人多多接触，总归是有些好处的。至于那顾余生，不过是一只蚂蚁罢了，一个连授业之师都没有的人，翻不起多少浪花的，甚至可能死在做宗门的任务途中。拜见于师叔。有事吗？于师叔，犬子有意学剑，于师叔是云峰上屈指可数的大剑修，若能指点犬子几招。大剑修，老夫可当不起。整个青云门能当得起大剑修的，除了柳师叔之外，再无第二人。少给我戴高帽，不教。殿，这老头谁啊？这么嚣张。弟子，你在青云镇上跋扈我不管，但这里是青云门，不要给我惹祸。是。陆晨低下头，脸上露出一抹怨恨和不甘，因为他发现刚刚那个老头竟然在演武场上给顾余生讲了3个时辰的课。顾余生，又是你！不久后，于青山在回云峰的路上被雷江衡和掌门萧让拦了去路。掌门找我有事吗？这个，于师弟，你修一字剑诀已入化境。玄龙王朝的九皇子楚尘想要学精妙的剑诀，对方身份尊贵，虽然是我青云门的弟子，却同样是我青云门的贵客，得罪不起的人物。我思来想去，还是由你出面传授其剑诀比较妥当一些。若是早一些来寻我，我或许就答应了。现在嘛，我要闭关悟剑，没这闲工夫。师弟，这是为何？对方是天纵奇才，很有可能凝练出上品元胎，这样的人物不教他是你的损失啊！你是云峰之主，又有天纵剑在手，和人交不得。呵呵。掌门师兄，于师弟他太放肆了，简直不把师兄你这个掌门放在眼里。你若练成数百年，也没有人练成了一字剑诀，恐怕掌门这个位置早都轮到你来做了。于师弟比起你可是低调多了。师兄，我哪敢，我只是为了宗门考虑。于师弟虽然剑法超群，可他毕竟当年斩妖时被妖兽围攻伤了本源，天不假年，岁月无多。若是他不传授一字剑诀，又不知道要几百年才有人学会这门剑诀了。你不要忘了，现在青云门可不止楚尘一个天才。掌门师兄，你是说圣院书山墨先生的孙女？没错，昨夜和师妹来寻我。那墨家小姐根骨奇佳，是千年难遇的修炼奇才。入门太清元胎灵眼诀，才修炼3日，就已经凝练出青色的元胎。假以时日，可能凝练出2品元胎，甚至是1品元胎，也是有可能的。什么？何师妹为何半夜来寻师兄？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事务殿，顾余生到的时候，殿内外已经没有几道人影，所有新发布的宗门任务都被悬在柜台后方的墙壁上，只剩下寥寥几个任务，都是极具挑战性，要么是帮忙寻奇珍异宝，要么就是需要击杀凶狠妖兽，别人都接不得的斩妖任务。顾余生并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忽然，顾余生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块任务牌上。前辈，咋了？
晚辈顾余生叨扰前辈清修，请问这个蜜家酿的任务还能接吗？可以，自己写上申领任务的编号即可。多谢前辈。你是顾白的儿子吗？回前辈，是的。这任务失败的几率很大，大玄王朝的宫廷御酒交上来也没能通过，要不领一个其他的，免得来回跑动。对了，这个任务1个月之内必须来交还，无论失败与否。前辈，我曾见父亲酿过桃花酒，所以我想试试，倘若失败再来叨扰。行，去吧。真是个懂礼貌的小家伙，可惜了。翌日清晨，顾余生酿完酒后，就在一株桃花树下练起了剑。389、390，今日任务3000剑。快看，桃花林有人练剑，还真是。满山桃花虽然美，但入林后却雨露沾衣，潮湿无比。那是谁？不知道。练剑不应该是去云峰吗？可他是顾余生啊。怪不得，我听师傅他老人家说过，桃花3000枝，虽是人间春景，却宜画地为牢。让我们莫要深入桃花林，以免沉泥染心，耽误修行。这顾余生也是可怜，其父之罪加之在身，似他这般练剑，难道能斩尽桃花出樊笼不成？先别说了，快走吧。2999，只差最后一件了。明日目标3100件，增罚100件，如果完不成，再罚100件。翌日，那一道身影就在桃花林挥剑。3199，为什么最后一件总是挥不出去啊？谁？你挡着我练剑了？喂，原来他们说的人是你啊！什么？那个天天对桃花练剑的人啊！别戳着我了。对了，把东西还我。什么东西？不老实，我发钗上的一颗珍珠，用红线串着的。没见过。真的？你小心点啊，等会剑戳着你了。哼，你脸红了，撒谎。我没有。那就当你没撒谎好了。好看吗？好看。走喽。今日这剑看来是练不成了。顾余生走到小院，来到陈宗的桃花酿面前，将其盛装一些在酒葫芦中的陈酿混杂一些，装了个酒坛抱，往事务殿交宗门任务去了。这就是你找的佳酿？是的，前辈。这酒。关长老，酒店下差人从玄龙王朝不远万里运来宫廷百年珍藏蜜佳酿这个任务，九皇子今天又接了。这少年运气还真是不好呢。看阮先生刚才的表情，这酒定然是不错的。只可惜，再好的佳酿比得上玄龙王朝的御酒吗？哟，我还以为还有谁接了这个任务呢。顾余生，你怎么不撒泡尿照一照自己？你酿的酒也能交任务？这少年不争一时长短，这份气度就比陆晨咋咋呼呼的要顺眼得多。不过，这位九皇子也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能不能交任务不是我说了算，都在这候着吧。顾余生，怎么哪都有你？我看你是成心和九皇子过意不去。我要是你，就好好的当一条夹尾巴狗，一个人躲在无人的地方好好的苟活着，而不是出来丢人现眼。陆晨，你不就是一只好狗吗？什么？你有种再说一次。哦，说错了，你不是一条好狗。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不用那么急，你还有3年的时间当狗。哦，你的意思是说，本殿下的狗你想杀就杀？如果咬我，我一定会杀。很好，我见过太多说大话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过是一条在泥泞土中蠕动的草蛇罢了。陆晨，你要攀附我玄龙王朝，就得拿出你的诚意来。3年后，我要见你咬死他，你是不是一条合格的狗？到时候自然会知晓。这里可不是你们耍横的地方。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这里可不是你们耍横的地方。冉长老，这是
这酒过于贵重，我们青云门只是小派，没有这样的口福，哪里来的就拿回哪里去吧。这么好的酒也不行，到底是何人饮酒？天下美酒琼浆无数，玄龙王朝都能弄到，对方的口味这么刁钻。小子，把任务牌给我。好的，前辈。你小子运气倒是不错，这100宗门贡献点会发到你的宗门令里，记得妥善使用。多谢前辈提醒。等一下，冉长老，我的酒都没有能入那位发布任务之人的眼，凭什么这小子的酒可以？对呀，我也想这么问，我问谁去？九皇子心中有不服。不错，难道我玄龙王朝在青云门的眼里是无足轻重？不至于，这小子人不大，扣帽子的手段倒是吓人。这个任务是我们宗门一位太上长老发布的，以佳酿待客，招待的是圣院书山的大儒莫先生。九皇子若是依旧不服，不妨去问问那位老先生。我们走。阮记看着门外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若是平时，哪个弟子敢在事务殿撒野？这就是权势的力量。小子，以后少来这里，免得给我带来麻烦。顾余生点点头，默然退去。他来到镇妖碑前，在镇妖碑前站了很久很久。他不是仅仅是仰望那一座世人无不敬仰的镇妖碑，更多的是在凝视那一把剑。只要那一把剑还插在乌龟背上一天，对顾余生而言都是一种鞭策，提醒着他不要懈怠。莫先生，尝尝这桃花酿。这酒不错，上一次喝到这么好的酒，还是在仙湖州的斩妖庆功文庙会上。莫先生见过顾白，一起喝过。还记得顾余生吗？一个能登青云踢入清平山的小子，就这么被你们放浪野养，岂不可惜？我只是个种桃树的人，很多事做不得主。再说，一个人临渊而行，同样可以磨砺更多的意志。莫先生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不过青云门有青云门的难处，三大圣的当年丢了个火种，在这里就没了后续。青云门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延续千年，是因为每年都有青云门徒挺身而出，与天斗，与妖斗。我苟活这些年，看见有太多的青云门人死于妖族手中。立一把耻辱之剑在镇妖碑前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时时刻刻提醒着青云门弟子，如果面对妖兽而不敢拔剑，就是懦夫行为。只有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强大，才有求生的可能。天塌下来的时候，总有人要去顶着，不是吗？仙人也好，上神也罢，他们只有神滴立在这一片土地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睁开眼。在这苍穹之下，我们皆为蝼蚁。我想请莫先生多在清平山住几年，只有莫先生在这里，才能守住清平州。下一次妖潮来临，应该不到10年的时间了。我只是个没用的老书生而已，降妖除魔的事，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做吧。对了，你真的相信去年闯入清平州的那一只妖兽真的只是大妖吗？青云门开山收弟子那日，你可曾见到一剑袭来，灿若星辰？莫先生的意思是，那日有人遇见斩妖，天妖城那边传来消息，有一位妖皇陨落在清平州与仙湖州的边境，所以我在想，去年的一只大妖是不是隐藏了实力？妖皇？什么人能有这样的手段？谁知道呢？莫先生，我还有要事，失陪了。莫寒尘重新拿起书看了一会，待看完手中书，他转身看了一眼孙女，发现孙女正顶着一本书睡得香甜，哈喇子顺着小嘴流淌在书本上。我的小祖宗，这书可是珍藏古本。爷爷啊，还让不让睡觉了？修行很累的。婉云呢？你看看人家顾医生，那少年独行幽居，形同被青云门放浪抛弃，前路萧萧，然而却未曾落下一剑，日复一日。你虽然天资聪颖，却贪玩嗜睡，这样下去，爷爷可生气了呀。哼，爷爷，你不是告诫过我，不要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修行别人吗？他是他，我是我。那你还去打扰人家？啊，爷爷，你在说什么呀？你真当我老糊涂了？那少年郎如今身在你院，若你是同情，则大不可避。少年之志，最难斗量。他日攀青云，你若不勤奋修炼，只怕到时候需要奋起直追的人是你也说不定。同情？我才没有呢！我去讨要东西的，我打算揍他的。讨要东西？什么东西？就是，哎呀，
没什么，爷爷这么多书，我真是不想看。不看也得看。从今日起，我得考教你学问。我教给你的书，你必须默记于心，不得使用零食强行记忆。还有，从今天起，你要学一些放身的功夫。太平的日子没有多久了，我之前画的几式剑招，你看着练。若是不用心，我会罚你背更多的书。看书什么的，真伤脑筋啊。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云峰处。殿下，都怪那个顾余生，要不是他，你就可以轻松赚取那100点宗门贡献点，兑换1枚培元丹了。兑换培元丹？你觉得本皇子缺这种东西吗？殿下，这些丹药是真的吗？怎么，你想要当我的狗？我可以赏你1颗。九皇子，我爹再怎么说也是青云门的长老，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是吗？不愿意。青云门的长老怎么了？这些年不是我玄龙王朝镇守天妖城，你们这些小国早就被妖族践踏了。我会看中青云门的区100宗门贡献点，我只不过是想要用美酒去换取一个见莫小姐的机会而已。堂堂的一等帝国的皇子，竟然也是一只舔狗，那圣院书山的莫先生到底是什么背景？九皇子，可你庇护的人是顾余生那样的蝼蚁，根本不值得，所以你得给他一个教训，最好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3年之约什么的，只不过是2只蝼蚁之间的争斗，我没什么兴趣。要是事情办好了，我可以给你1枚培元丹。九皇子，我这好中了他的天道誓言，夜不能寐。我虽然现在不能直接杀死他，但却有别的法子，我现在就去。九皇子等的就是。不一会，陆晨就在一处无人的地方与一名男子见面。陆师弟找我有事吗？赵师兄，我爹还没有正式收你为亲传弟子吧？陆师弟，我资质平庸，只能认命了。不像你，父亲是宗门新晋的长老，又与九皇子交情颇深，前途无量啊。赵师兄帮我做一件事，事成之后，我找我爹说好话，让你成为内门弟子。真的？陆公子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把顾余生嘎了啊！我等不了3年那么久，我巴不得他早点死，死了我才能安心修炼。赵师兄，这件事，残杀同门啊，这可是大罪。这我知道。他顾余生不过是宗门可有可无之而已，他就算死了，也没有人会在意，反而会拍手称快。赵师兄有什么难处，不妨提出来，只要我陆晨办得到。这个嘛，本来难办，不过既然陆公子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去做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直接出手风险太大。但我知道那一片桃花林附近有一只妖兽，只要稍微运作一下，让那家伙死在妖兽爪下，还是很容易的。陆公子在下也想在九皇子身边做事，不知道你能否？好啊，多一条狗，我少受些气。做一条狗也不错，不过要做一条不叫唤、暗中咬人的狗。春雨微染，风雨中，桃花瓣一片片的零落。半个月的苦修，终于将剑道修炼到剑气境小成了，距离登堂入室只差1步之遥。今天的目标，挥剑1万次。顾余生凝神静心，手中剑如往常一样，这一剑依旧没能灵动桃花，可顾余生的丹田中却有一团浑厚无比的元胎之气。形成漩涡，不断的压缩，宛若一个青色的球体，在球体的最中心处出现一点荧光。这是……喂，小泥鳅，下雨了。来了。哇，小脑斧，我要做小脑斧。小泥鳅，这个好玩。小心点，别弄坏了。真小气。小泥鳅，你在干嘛呀？在弄桃花饼，莫姑娘吃吗？我尝尝。喂，顾余生，这就是你待客的东西啊？这是我这里最好的了。当然，莫姑娘是个金贵的人，自然是吃不惯的。好在你也不是我，用不着吃这样的苦。说完，顾余生重新回去，对着桃花树刺剑。你就非得这样练剑啊？下着雨爱。习惯了，倘若今日差一件，明日就得罚自己100件，这样算下来，还是每日完成比较划算一些。莫姑娘请自便。真是无聊。莫婉云见血雨吹打在少年执拗的脸庞上，他手上的每一剑都并非是敷衍般的刺出，他观摩数剑，眼中逐渐变得明亮。这不正是我无法领悟的剑招吗？原来是这样啊！
莫婉云目光微凝，从云袖中取出书籍，安静阅读。一心练剑的少年和手捧圣贤书的豆蔻少女就在小院中消磨时间。不久后，少年终于完成今日目标，转身发现一双眼睛正隔着一本书盯着自己。喂，小泥鳅，你识字吗？认识一些。真的假的？真的，我以往天天在上面认字。是吗？这个字认的吗？这个……哼，我就说不认识吧，你还说你识字的。这个字读乎，是上古龙族中最原始的音，它的意思是龙的吞吐，如大江奔涌，绵延不绝。啊？你看，这幅图的意思就是这个字要表达的。哦，这个字你总不认识了吧？这个字看似复杂，字义却十分简单。它读前意思是天象之变，风雷之势终会合而归一，是藏的意思。那这个呢？莫婉云又考笑顾余生几个字，顾余生刚好都认识。这书好奇怪。莫婉云抬起头，却发现顾余生正用一双明澈的目光在打量着他。把东西还我。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莫姑娘，我没拿。肯定是你拿了，你一天不还我，我就天天来打扰你，让你不能安心练剑。说完，莫婉云就要走进狱中。等一下。怎么了？拿着，这样就不会被淋湿了。你不还我东西，我也不还你伞。那就不还。莫姑娘，你落东西了。顾余生喊了一声，哪还有那调皮的身影？顾余生看那纸帛被风吹起了一打湿，正欲收起来，目光掠过纸帛上的图案，他的脸上露出一抹错愕。这是剑招？顾余生一脸难以置信，他本意并没有窃取的意思，可那纸帛上的剑招好似被一阵风吹进了脑海，一共形成9式剑招。他正苦无修炼之门，如今无意中学得纸上的剑招，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场机遇呢？这应该是那位被输入青云的莫先生所画，这里面的每一式剑招都并不复杂，但其中的奥妙如同沧海一粟，变化无穷。天色渐暗，窗外雨打芭蕉。顾余生练完纸上的那7个剑招之后，闲暇之余酝酿桃花酒。他摘下挂在床头的酒葫芦，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顾余生面色大喜，经过这几天的沉淀，这灵壶吸纳足够的天地元气，酒中蕴藏着神秘的力量。顾余生一口气将酒喝个精光，腹中忽然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炽热气息。这怎么回事？按理说我已经摸清楚灵狐积累天地元气的周期了，大约是7天时间达到最浓郁状态，但是这次怎会有这般强烈而暴躁的能量？顾余生来得及思考，盘坐在地，快速运转太清元胎灵女诀，引导着这股躁的力量汇入丹田，铸造人胎。真是大意了。顾余生只觉呼吸吐纳之间，如同吞吐着滚滚烟雾，他快要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了，意识也快要被狂暴的力量吞噬。可就在此时，顾余生心灵浮至，他的大脑中莫名的想起那一本泛黄书籍上的以及那一个个古老的文字。形势所迫，顾余生来不及思考，刹那间，顾余生只觉丹田好似突破了某种限定屏障，仅仅数个呼吸间，顾余生体内暴走的神秘力量就归纳于丹田之中，身体甚至迅速传来前所未有的饥饿之感。好险！顾余生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吃的东西，短短的1炷香时间，他竟然历经2场生死。一场凶险来自于灵狐中的恐怖灵力，差点让他暴体而亡；另外一场凶险，则是他情急之下冥想那一副苍龙符和那一个龙族文。数个呼吸间，他差点被吸干。镇定下来，他内视丹体，感受元胎之气的变化和凝结情况。只见原本充盈的青色元胎之气，此刻全部化作银色，但凝练后的银色元胎之气和之前相比，不足原来的1/1000。怪不得整个青云门中凝练出3品元胎的人少之又少。修行之路不仅需要天赋、毅力，还需要更多的资源。这灵狐难道还有别的奥秘？雷光，自然的力量吗？一夜时间过去，顾余生如往常般来到桃花林。剑士，我进入剑道第2境界了。这一刻，他觉得
所有的努力都值，每天挥剑万次，终于得到提升。他心中明白，定然是与昨日丹田元胎变化有关，可他从未否定过自己的努力。不能骄傲，这只是修行路上的一小步。顾余生不断地提醒自己，他眼前的剑道境界与那神秘老者挥出的一剑相比，连米粒之光都算不上。今年喝到了桃花酿，明年我还会来。今日目标9000剑。这般盛景自然也吸引了青云门不少弟子，依旧是洛尘风的那些女弟子。哎，你们说他这样每天挥剑真的有用吗？努力有用的话，还要天才干什么？努力真的没用吗？要不你去问问他，哈哈。挥剑未必能变强，但他每天能刺那么多下，若是嫁给他，每天说不定很幸福呢。好像还有人练剑，是莫师妹。众女凝神看去，只见那洛尘风的平台上有一道娇小的身影在奋力挥剑，剑之死至，行云流水，墨婉云练的剑诀，更是洛尘风的弟子人人都可以修炼的云水剑诀。哼，莫师妹真是会装模作样，我要有她那样的背景，肯定比她厉害。努力或许真的有用。一处无人的地方，赵之正凝视着顾余生练剑的位置。顾余生，要怪就怪你命不好。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桃花林顾余生已挥动9000剑，他已经能够摸到挥剑运力的门槛以及剑势的存在，但他始终没有释放剑气。连他都这么努力，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之前上交一坛酒去做宗门任务，酒桶中的果酿已经不多了，过几天桃花就会泄落，需要采摘，得往清平山高处走走。今日得多采摘一些。这些桃花用来酿酒，肯定十分甘美。什么动静？顾余生心生警觉，他听父亲说过，清平山内是有妖兽潜伏的，未必就真的安全。天生贱命之人，运气也差到了极致。我正怕那雪原吃了我的迷药，丧失心智，把我也卷入其中，你却自己送上门来。顾余生的脚步渐渐的放慢，直觉告诉他有未知的危险在接近。这是雪原？雪原是灵长类妖兽，只在清平山冰雪覆盖的地方生存，怎会出现在这里？看它的样子，似乎失去了灵智。糟了，我还不能死！顾余生，你挥剑千次万次，不如挥动这一次。顾余生被击飞到一棵桃花树下，离悬崖边只有数步之遥。从雪原出现的那一刹那，顾余生就明白，以他现在的实力，想要逃走是不太可能的，力敌不过，只能另外想求生的法子。如果能引雪原纵身扑起，让他掉下万丈深渊，是唯一获取胜利的法子。他怎么后退了一步？不对，他没有理由怕我，难道……顾余生心中大骇，千年桃树已成妖。他挥起手中木剑，斩向桃枝。好巧不巧，酒葫芦的腮被桃枝拨开，一缕青色的光芒从酒葫芦中喷出。同一时间，顾余生只觉自己的神海中好似听见这株千年桃树凄厉的声音，那些缠绕在他身上的藤蔓迅速回缩。刚站起来的顾余生就被雪原一把抓住，这恐怖的压迫感让顾余生产生前所未有的绝望。这种感觉与他修炼之时身体快要失控暴走时差不多。对了，上古龙语。你可愿臣服于我？很好。没想到莫姑娘给自己看的那些神秘图和龙鼻子，居然会有这么神秘的力量。还有这只雪原，不仅天生灵长，居然还懂得契约之道。要知道，在青云门的6峰之中，只有天灵峰的弟子才能学习御兽之术。即便学习了，想要真正的操控一只灵兽或是妖兽，也是需要天大机缘的。这些粉末是谁给你吃的？雪原抓头挠耳，
不断的叽咕叽咕。顾余生虽然与他签订了契约，但自身不懂契约术，并不太明白血缘的意思，但他能够从血缘的动作中猜测出个大概。他出来觅食的过程中，吃了那一包对他有着极具诱惑力的药。很显然，那个放药粉的人目的明确，就是想要他死在这只血缘的手上。想到这，顾余生回头看了一眼那一株重新盛开的艳艳的千年桃树。那个暗害我的人一定还没有走远，眼下这只血缘已经臣服于我，再加上那一只化妖的桃树，只要谋划得当，完全有机会干掉对方。我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现在需要恢复足够的体力。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走？好冷啊！血缘欢快地纵身跳在那石床上，如石猴望月一样。原来这里竟然有一张寒床，以我现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那石床上的寒气。虽然无法在石床上直接修行，可在这山洞中，同样可以提升体魄，对凝练元胎有极大的帮助。这些酒坛里装着的竟然是好酒，这血缘竟然会天然酿酒之法，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把它当苦力，就有喝不完的美酒了？此血缘灵智很高，若是成长起来，绝对很强。虽然他将一缕精血拟签了血气，可却是摄于我无意中学的龙族语言之下，看来得想办法去兑换一门签订契约的功法，重新加强契约。顾余生盘坐起来，摘下酒葫芦，细细品了一小口酒，一股馥郁的桃花香气，差点让顾余生直接沉醉。紧接着，精纯无比的能量迅速在他体内游荡。随着时间的推移，顾余生体内的银色元胎之气变得如月光般璀璨，闪耀的荧光中，顾余生敏锐地捕捉到一道经典。我这是一品元胎。这灵狐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也需要将其炼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晓他的秘密。继续修炼。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3日后，天朗气清，莫婉云则是一个人呆站在洛尘峰的边缘，凭高远眺那一片桃花林。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进入桃花林中的那练剑少年，不知怎的，他的心里有些莫名的空落。因为身份和年龄的人，其他师姐和他关系并不亲近，相反，和那被宗门冷落的少年相处，反倒觉得快乐。喂，小风师姐，看什么呢？在看那桃花林中练剑的宗门弃子吗？别看了，已经3天没有练剑了。我就说嘛，那家伙肯定是在作秀，让宗门的长老看见，博取同情。现在终于装不下去了吧？亏你还说他努力呢。会不会遇见什么意外了？能有什么意外？不过也有可能是受不了这样的冷落，自己下山去了。有这个可能，毕竟入青云门的人总有一天要出山斩妖的，他怕死也正常，毕竟他爹就是个懦夫。他不是那样的人，在我眼里，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也同样是个笑话。你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强大。青平山很高，但是青云门也不过是在深渊脚下而已。不要被山遮住了自己的眼，外面的世界不是你们说的那么美好，也不是你们说的那么残酷。如果这个世上努力都可以被嘲笑的话，你们来嘲笑我呀，我也有很勤奋。莫师妹，我们说着玩的，我们怎敢说你？你是天才，我们就算一天不吃饭不睡觉的苦修，也赶不上你的脚步。可笑，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赶不上我？不过是给自己的懦弱找借口罢了。你们才是那丢失了自我的人。今天你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山脚下的桃花林，却不知道我们的头顶也有满山的桃花还未盛开。待莫婉云离去，这些女子终于露出了真正的嘴脸。不过是有个了不起的爷爷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他以为自己是谁啊？陆公子，事情已经妥了。真的，顾余生真的死了吗？他已经3天没有在桃花林练剑了。那一只妖兽拥有上古血脉，不但体魄强大，还拥有远超其他妖兽的智慧。为了让他暴走，我可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才从天灵峰的一位御兽长老那弄来的药粉。陆公子，你答应我的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这些日子依旧无法摆脱天道誓言的影响，你说那剑主会不会还活着？这可能微乎其微。陆公子，你该不会是要反悔吧？没有反悔，你亲自去一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对了，刚刚你说那一只妖兽拥有上古血脉，是一只什么妖兽？
一只凶妖而已，很难驯服的那种。我去一趟桃花林，看看那小子究竟死了没。这家伙，陆晨眼中露出一丝怀疑，不过对他而言，顾余生的生死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涵洞内，顾余生正在将银色的元胎之气洗炼，一点点的转为金色。这3天时间，他并没有练剑，而是专注于炼化元胎之气，提升品级。急，终于来了吗？顾余生走出涵洞，发现数十丈外有一道身影鬼鬼祟祟的藏在一块石头后面。原来是他！顾余生皱眉，他现在虽然没有进入元胎境，但60敏锐能够觉察得到赵志身上的气息。开麦境吗？他作为5年前招收进来的上一届青云门弟子，开麦境并不算天赋太好，但也不是很差。毕竟5年时间，有很多人还连元胎都没有凝结。此人狡诈，如果我不现身，他肯定会溜走；如果我现身，却极有可能和他正面交手。或许我可以和他一战。顾余生看一眼那一株悬崖边的桃树，又看了看旁边的雪原。吼吼，你先躲到那边去。出来吧，我早就看到你了。你知道我？顾余生，你很聪明，可惜聪明的人一般都不长命。我只是有些好奇，你是怎么逃过那一劫的？为什么要害我？难道就因为那一锭银子？我的命当真如此微如草芥？顾余生，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强者生，弱者死，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妖兽不会因为你没有成年而不杀你，同样，只要有人出足够的价钱取你的命，就是值得的。你问我这些，不觉得好笑吗？那我杀掉你，也不会有任何负疚感了。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守护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剑重，你找死！开麦境8段，老子只差一脉就能刀枪不入，想不到却被你一剑伤了根本。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石阴掌。什么？这一招我可是在2年前的宗门小比上取得过不错名次的，他竟然能抵挡住，看来是我太低估他了。银色剑气，你竟然要凝聚2品元胎了？不对，是金色元胎之气。好，想不到青平山居然会出来一个千年难遇的天才，假以时日，必定前途不可限量。可惜你要死在我手上了，你逃不掉的。逃吗？我只不过是给你选择了最合适的死法罢了。什么？雪原的这一拳是大力trận，将赵志的5脏6腑全部捣碎，一身修为尽废。顾余生，你好大的胆子，勾结妖兽残害同门！如果让宗门长老知道，你就死定了。说着，他伸手往衣服一掏，摸出一块宗门令，做事要把宗门令捏碎。顾余生，你杀不了我的，你应该清楚你自己在宗门内的地位。识相的话，解除雪原的气晕，把它送给我，我可以饶你一命。是吗？你笑神。树妖。赵志本能的想要捏碎宗门令，却被树藤缠绕住手指和手腕。顾余生，救我！我知道是谁害了你父。顾余生刚想上前一步，但那一只千年树妖抢先一步把赵志吸收了。顾余生忽然取出腰间的酒葫芦，对着桃树，一道青色的光芒从壶口中涌现，千年桃树的桃花被顾余生吸得干干净净。收点利息。吼，你暂且先在桃花林待着，我先回去。清晨的阳光照在顾余生疲惫的面庞上，刚刚历经一场生死，耗尽了他体内全部的元胎之气。小泥鳅，莫姑娘，你怎么来了？我爷爷说桃花快谢了，让我摘一些回去学着酿酒。想不想吃？这是我爷爷亲手做的，里面加了很多好吃的，你肯定没吃过。莫姑娘，我不。好吃吗？好吃。
莫姑娘，你下来看书会好些。你也读过书的，我的意思是你也被逼着看书啊。不过那是1年前的事了。吃了我的酥糕就得为我做事，本小姐一看书就犯困，你监督一下我。今天我必须把这篇文章记熟，否则爷爷会怪我。喂，我说话你听见没？好。顾余生本来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修行的日子，可那个比桃花还要明媚的莫姑娘，隔三差五就来找他玩，偶尔借他的书桌趴着睡1晌午的觉，心情不错的时候就抢他的小木虎当摇椅玩乐，让他不再那么孤单。然而美好的日子如同这满山的桃花，终究有花开花落。这一日，顾余生在林中练剑，周围的桃树上最后一朵桃花快要掉落了。满头大汗的顾余生走到屋中，他以为会如往常一样，一推门就可以邂逅在木桌旁捧着书睡觉的莫姑娘，要么就是抱着一堆奇奇怪怪的点心坐在小木虎向他炫耀的莫姑娘。可是这次并没有过偶的身影。顾余生的目光四处打量，心里莫名的有些失落。顾余生一个人在柴房忙碌一阵，手捧着一碗桃花蜜酿，一个人在屋檐下发呆。这时一根吸管从屋檐上方垂下来，精准的落在碗里。顾余生抬起头，发现是莫姑娘。顾余生也不知怎么把那通心管放在嘴边，用力一吹。顾余生，这是他第一次怒叫少年的名字。他躲在屋顶上，就想看一眼这少年会做些什么，给枯燥的修行日子找点乐子。可没想到顾余生和他开了那么大的玩笑。我再也不吃桃花蜜酿了。莫姑娘别生气，我和你开玩笑的。哼！顾余生愣了愣，转身跑进桃花林。莫婉云依旧抬头，眼睛却跟着顾余生的身影动。莫姑娘你别生气，我把整个春天都送给你了。呵呵，我看你别练剑了，有书呆子的潜质，莫如跟我爷爷一样，天天捧着书看好了。我偶尔也看看书。对了，顾余生，过了今天我可就不来了。啊？终于没人打扰你了，是不是？我要开始闭关凝练元胎了，下次再见面，我可就是真正的修行者了。你也应该不会太差吧，小泥鳅。你比我矮呀，多吃点，下次见面的时候，希望你有我高了。莫婉云蹦蹦跳跳的离开了，顾余生犹自站在原地，好一会他才露出一抹笑容。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忍不住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接下来的几天，顾余生果然再也没有见到过莫姑娘，但顾余生修炼得更加勤奋了，白天练剑，晚上就凝练元胎。困乏之余，他就差事雪原去山上摘一些野果和桃花，制作成一坛坛桃花酒酿。眨眼1个月时间过去，顾余生体内的银色元胎之气彻底凝练成金色。终于到凝练一品元胎的时候了。夜幕之下，清平山的星辰璀璨。少年背着酒葫芦，仗一把木剑，行走在桃花林幽静的小道。星光不负赶路人，这小子比他老子要倔强得多。拜见柳师伯。大半夜的，你们怎么来了？柳师伯，陆展的记名弟子魂牌碎了。是那个强行逆行经脉开脉的家伙吗？失踪多久了？回太上长老已经有1个多月了。1个多月没有一个结果，还如此兴师动众。听见柳元的话，萧让表情一僵，太上长老这是责备他这个当掌门的没有主见。禀太上长老，我等追查赵芷失踪的事，一直查到桃花林尽头的峡谷，我们在那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里有一棵千年桃树竟然生长出了灵智，已经化为妖树。赵芷应该被那桃树妖所吞噬，但这件事颇为蹊跷，因为桃花林中有打斗的痕迹。你的意思是赵芷是被人所伤，但桃花林中只有老夫一人独居？太上长老难道忘了吗？桃花林中还有1人。
你是说顾白的儿子？一个刚入门尚未凝结元胎的少年和一个开脉境的人激斗，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荒诞吗？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你没有说给大家听。听说你儿子和顾白的儿子在山下时引发了天道誓言，你这个当父亲的是不是动了别的心思？太上长老，晚辈怎敢有所欺瞒？我只是随口一提而已。桃花林中除了太上长老之外，的确只有那小子能自由行走。至于我儿陆晨和顾余生之间的天道誓言，等他们恕冠加冕，成人礼上，请莫老先生帮忙解除誓言即是。如果太上长老不愿意让宗门的晚辈生死争斗的话，年轻人的事他们自己做主就好了。至于你说这片桃花林能闯入的人也是有的，墨家小姑娘就可以随意走在桃花林，老夫布置的桃花杀阵拦不住她。照你这么说，难道是他杀了赵志？这当然不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自有强中手，不要只懂在青云门内横。看你们兴师动众的样子，应该是去会过那一只桃花妖了吧？斩杀掉了吗？柳师伯，那桃花妖修行千年，道行极高，我等看不穿他的境界，我等合力对付他，刀剑劈砍，术法加深，却浑然无用，还请柳师伯出手将他诛杀，免得再出现这样的悲剧。请柳师伯出手。你们太高估我了，那株千年桃树连我也没有办法。什么？要不然你们以为为何老夫要守着这片桃花林，不让其他弟子进来？这清平满山的桃树皆有可能是他的本命之源，想要杀死他，除非斩尽满山的桃花。试问你们谁有这样的能力？都散了吧！顾余生那小子已经自困于桃花林，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不要太过分。是，原来顾余生这小子人虽活着，却比死还要痛苦。那一株千年桃妖迟早会要了他的命，这样的话就不用我亲自出手将这小子解决掉。至于他与我儿的3年天道誓约生死之战，他能活3年吗？痴心妄想。涵洞内，好好你守在外面，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急。行吧，赏你一口。这好。话说那一株千年桃树被宗门的人砍掉了吗？刚刚来的路上还以为走错路了。距离赵志死亡已经有1个多月，这1个多月宗门的执法者并没有来找他，但这却没有让顾余生完全的放松警惕。他的脑海中犹自记得赵志死前所说过的话，他的父亲之死似乎另有蹊跷。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那说明在宗门之中依旧有人会暗害他，必须得加快修炼的速度了。顾余生缓缓催动太清元胎灵隐诀，丹田处金色的元胎之气如一团金色的云朵不断的翻涌，天地间的元气也蜂拥着进入顾余生的身体。然而就在此时，让顾余生始料未及的一幕出现了，那凝结的金色元胎之气并没有化作元晶，而是陡然间由金色变成了琉璃之状，呈现七彩云霞。没等顾余生反应过来，天地间的元气如狂乱的风，引动着周围的寒气，就连那寒潭中的千年寒气都在钻进顾余生的体内。完了！情急之下，顾余生摘下葫芦，也顾不得许多，将灵壶中的酒送入嘴中，痛饮数口。难道一品元胎之上还有更高级的元胎？是夜，正从青云殿走出来的掌门玄机忽然感应到什么，停下脚步，抬头凝望上方。这是天地元气凝空引动的天象，这是有人凝结元胎，有人在凝练上品元胎，会是谁？还能是谁？当然是莫老先生的孙女了。她是无垢之体，长期受圣人礼书洗炼，凝练出上品元胎，并不奇怪。可这也太快了吧！说到此处，众长老皆看向洛尘风的风主何鸿念。毕竟莫婉云在青云门修行，大多数时间都在洛尘风。恭喜何师妹呀！这是我们青云门的福气。莫前辈那边一应用度，一定要照顾周到。对了，雷师弟呢？今夜他若在，那只桃花妖未必能逃得掉。雷师兄最近在教九皇子天纵剑诀。对了，听说九皇子也达到凝练元胎的最后一步，可能就在这几日。掌门师兄，那漩涡的方向似乎是向着云峰去的，难道凝练元胎的是九皇子楚尘？本座明白了，这天空的漩涡异象这么大，甚至比得上凝魂境时的规模，一定是2个人在同时凝练元胎。今夜月圆当空，是最佳的凝练元胎时机。
都别愣着了，准备好2份宗门之礼。待那2人凝练元胎之后，我亲自去向守山长老申请开藏经阁，让他们2人挑选合适的功法，其余弟子也可以入藏经阁挑选一门功法，以此激励年轻一代弟子。好的。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归。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神父之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云峰内。只是3品元胎吗？九皇子，你太心急了。以你现在体内凝结的元胎之气，进入元胎竟10日尚早，就算凝练元胎，也只是3品。在青云门这种守卑之派来说，算得上是上佳之资，可在玄龙王朝，只能算一般。我是玄龙王朝的九皇子，是世人仰望的存在。世事也必须争先。那莫婉约已经在1月前就闭关，每天用浩然之气一经法髓。我如果不凝练元胎，永远也追不上他。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只要变强，先一步在3大圣的那些骄子面前得到莫婉云，我就有希望和太子争夺大位。老太监停落片刻，从袖中取出一个盒子，里面赫然是一颗金灿灿的丹药。这是金元丹。九皇子，这金元丹虽然是天地奇物，可也并非没有副作用。修行之路主要还是看自身。我这么大一个丹药呢？没等那太监话说完，楚尘咕噜一声把金丹吞进腹中。别院外，云峰峰主雷江衡面露喜色，云峰的其他长老也在身旁出言恭维。雷师兄，100年了，咱们云峰终于又出了一位凝练出上品元胎的弟子了。是啊，雷师兄，可喜可贺啊！听说金叶掌门和其他峰的长老去桃花林，遭遇一只千年树妖，一番交手之下，竟是吃了亏，连那树妖的境界都没有试探出来。掌门正有气没出撒呢。千年古树化妖之事，在青平山不足为奇。我若在祭出天纵剑，那树妖还能逃吗？自然，雷师兄的剑术在我们宗门可是足以排进前3的啊。雷江衡的表情陡然一僵，前3那就是第3了，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刺耳呢？贝师弟怎么说话呢？雷师兄的天纵剑术再练20年，绝对是宗门第一。都给我住口！宗门的太上长老柳元剑术和修为在我之上，我自然服气。可那于青山也在我之上，呵呵，笑话。以九皇子的天赋，最多5年就会追赶上我。不过今夜凝练元胎的，还有桃花小峰的那位木姑娘，她也在今夜凝结元胎，当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师兄，那九皇子当真是因为莫老先生的孙女才入我们青云门的吗？当然，否则以对方的背景会来这里。你们啊，久在青云门，从未出过青平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有多少强者纵横在这方天地。与那些真正的天才和绝世强者相比，我们只不过是坐井观天的一方蝼蚁罢了。桃花峰别院，圆月高悬，大如莫凡尘，正手捧圣贤书，秉烛而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婉云呢？我虽能助你一时，却难护你一世。平日里让你多读书，你多有懈怠，常常枕书而睡。你虽然天资聪颖，然而凝练元态，如万丈高楼之基，点点滴滴都得靠自己去夯实。圣人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希望你能凭借自己的毅力凝练出元胎，总不至于连上品元胎都无法凝结吧。就在此时，莫凡尘若有所感，仰望星空中的元气漩涡，目光渐渐变得深邃。这青云门倒也有趣，圣院天书中有记载：大千世界，王朝500年兴，500年衰，是为大争之势。妖族横行，称霸一方，风头盖过魔族，连上界仙人都无法压制妖族崛起。沧海桑田，岁月轮转，也该到我人族大兴之时了吧？正说话间，又有一道金色的元胎之气出。这个方向是。哈哈，婉云呢？想着你没有去努力修行，只能凝练出2品元胎，没想到竟然是金色1品元胎。虽然没有达到那传说中的天品元胎，但能够凝结1品，已属不易，也还不错。什么？竟然是天体元胎？莫凡尘瞳孔一缩，随即反应过来，随手一挥，一卷圣书从袖子中飞出，冉冉升上天空，将整个青云门的天机遮日。
婉云呢，是爷爷小看你了。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改变自我，在暗地里努力修行的？原来我给你看的那些书，你都有真正的用过。若非如此，绝不会凝结出天体元胎的。同一时间，桃花林尽头的涵洞中，顾余生正处于一种玄妙的境界，仿佛魂魄短暂地脱离了身体的束缚，一点点地飘荡在天空。他一点点地上升，青平山依旧若隐若现，可天空中随着元气的凝结，仿佛被生生撕开一条口子。苍穹深处有一道苍古的气息弥漫，好似有一只奇特的眼睛突然间朝他看来。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走火入魔了吗？话音刚落，顾余生感觉到自己在坠入黑暗。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有一道光陡然升起。顾余生往后仔细看去，却是一本充斥着浩然之气的圣书。那光虽然微弱，洒照在他灵魂上却十分舒服。顾余生陡然睁开眼，原本凝练元胎成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可那种历经生死的恐怖之感一直萦绕在侧，久久不散。那一道如神明般降临世界的恐怖气息，莫非是和我凝练出超过一品元胎有关？如果一品之上还有更好的品质，那宗门的典籍上应该会有记载才对。毕竟青云门凝练元胎的功法是三大圣地所留，没理由遮遮掩掩。就算是口口相传，没有记录在修行秘籍中，宗门的长老也应该会说才对。而宗门和秘籍上都没有泄露，是不是意味着有人刻意隐瞒，或者说这背后牵涉到天大的秘密？以后得找机会留心这件事。顾余生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他如同第一次修行太清元胎灵敏诀那样，从头修炼，巩固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顾余生能够清晰地感知，在他的体内，那些闭塞的经脉还没有打通。不过，这些修行时催动元气经过的经脉，并非只有9条，而是12条。开脉境不是只有9段吗？顾余生心中浮现出一抹疑惑，那种沐浴舒服的感觉也渐渐褪去。凝练元胎的修行之路圆满结束，接下来要修行的是开脉境。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归。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生父之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清晨，和煦的阳光斜照在桃林小院，顾余生手持木剑，正一点点的适应进入元胎境后身体的变化。这几日无人之时，他也会修炼那9招无名剑法。越是修炼，顾余生越是觉得这9式剑招去繁就简，想要真正的掌握，需要勤加修炼。练完剑后，顾余生来到屋檐木柱边，用手放在头顶，对着木柱上的划痕比了。今日比昨日高了一些。在这枯燥的日子，他犹自记得那天少女对他说过的约定。等满山的桃子成熟时，莫姑娘应该会来吧？这钟声怎么比往日多敲了3次？顾余生心中一紧，快速奔向演武场。钟敲12下，宗门内发生什么大事了吗？演武场上，青云门6峰的所有弟子都已到位。云峰以修剑为主，丹霞峰以丹道见长，天灵峰则多是御兽控妖的天赋类弟子，洛尘峰则是只招收女弟子，峰内设立有僧尼之官，一些女弟子实则为出家之人。剩下的2峰分别是天宫峰和凌霄峰，这2峰弟子最少。天宫峰以炼器和锻造兵刃为业，凌霄峰则是肩负着戍守青云门的重要职责。因为凌霄峰中有一座镇妖塔，里面镇压着无数强大的妖兽。顾余生虽然身为青云门的弟子，但却不属于6峰中的任何一峰。今日召集大家来，是向你们宣布一件天大的喜事。乾隆王朝的9皇子已在7日前成功凝结元胎，进入元胎境。元胎境这才多久？不到3个月就已经凝练元胎成功了吗？这是何等的天赋！我现在还连天地元气都感应不到，更别说凝练元胎了。恭喜9皇子！楚尘，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凝结的元胎吧。好的。2品元胎，恭喜呀，雷师兄！只是2品元胎吗？楚尘，别隐藏实力了，让大家看看你真实的元胎品质吧。哼，我就知道，有些人以为我只是这种水平，竟然是1品元胎。奇怪，刚刚他由银色的元胎转化为金色时，好像有一瞬的瑕疵，呈现灰蒙蒙的状态。当初我凝练元胎之气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楚皇子威武，楚皇子霸气，太厉害了！
顾余生是不是看见真正的天才，才知道自己是那一个小丑，如同井底之蛙一样？谁是小丑，谁是天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我之间有一人会在3年后见不到这世上的太阳。那一个人一定是你。看见了吗？灵元丹有了它，2个月之内我一定凝练出元胎，而你在数月之后就要被逐出宗门。就算你被逐出宗门，我也会下山履行我们之间的誓言之约。我要亲手将你杀了。顾余生正要回应，这时大地忽然震颤起来。只见玄机子手持一块掌门令，那掌门令上泛起玄妙的符文。演武场的正中心，忽然间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光芒吞吐之际，一座玄妙无比的大殿出现。大殿的正中间，赫然有3个苍劲古朴的大字“藏书阁”。这是什么？陆晨吓得面色苍白，本能的后退。肃静！玄机子面色一沉，只见他散发出一股气息，刚刚后退的弟子统统都跪了下来。刚才后退的弟子失去进入藏书阁的资格，你们只准去凌霄峰的藏经阁选取功法，都滚吧！掌门，那我儿子陆晨，你不用再多说，其他弟子立即进入藏书阁挑选一门功法，能挑选到什么功法，看你们自己的造化，其余之事不许多问多想。掌门，我刚刚没有后退。是啊，我也没有后退。住口！都好好看看你们身后的那一把剑，那就是遇见妖族而不敢拔剑，只顾逃跑的懦夫留下的剑。那一把耻辱之剑，你们天天都能看到，难道还没有让你们长记性吗？记住，顾白这个名字就是懦夫的代号。顾余生，那乌龟背上的耻辱之剑，你可曾记住？我的父亲他不是懦夫，当他知道外面有大妖，依旧义无反顾走出青云门面对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英雄了。他的名字应该在镇妖碑，他的剑是守护之剑。哦，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么做是错的？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是吗？你所说的证明就是凭着这把木剑？不应该是这样。顾余生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当高高在上的掌门当着所有人的面抢走那一文不值的木剑，将其折断，踩在脚下，这一瞬，少年才真正明白这个世界的残酷。顾余生，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你的父亲是个懦夫，以后保证不会做你父亲那样的人。我就允许你进入藏书阁，这藏书阁中有天下无数天才向往的圣地功法，有地品、天品和神品功法，你只需修的一门，就可以扬名立万，如何？他不是懦夫。哼，青云门顾余生，以下犯上，即日起罚他栽种桃树3000株，3年之内不得获取任何宗门贡献点，不得离开青平山。拜见柳师伯。愣着做什么？跟我栽种桃树去！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少年，你看不见天的颜色，是因为你没有劈开云朵的实力。待有那一天，你的话就是天下真理。都给我进藏书阁。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神父的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紧接上集，当一众弟子进入藏书阁后，此时的掌门萧让和洛尘峰峰主何鸿念正站在桥边。萧师兄，你何必苛责一个12岁的少年呢？顾白的错何必加在顾余生身上？一码归一码。当年我与顾白……何师妹，我真是不明白，顾白到底有什么魔力？他已经死了，你还为他说话，为他的儿子辩白？你应该和其他长老一样的，不合群的人应该只有我才对。你这一身的道袍，当真就能斩断红尘吗？别忘了，当年他在仙湖州与那个女人认识时，可未曾想过你在风雨中等了他许久。都是过去的事了，往事如烟。萧师兄，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今天你这样对那孩子，太残忍了。当年你和顾白都曾是青云门中最风华的人啊，你修的功法，当真那么催人吗？我可没忘记，曾经你和他还是挚。何师妹，我是掌门，青云门的未来在我的手上，你也看见了。仅仅是召唤藏书阁的些许动静，就让那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是妖族入侵。倘若今日我不这样做，如何给青云门的弟子长记性？
何师妹，你还不知道吧？1月前，妖族攻破了守界山，玄龙王朝数万修士战死，数十万修士在与妖族的战斗中逃走。现在已经有无数妖族肆虐在人族领地，清平州没有多少太平日子了。为了人族，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天下黎民，青云门不能再出现一个顾白。如果有一天大妖再入青云，我会义无反顾地拔剑，慷慨赴死。这残酷的世界，腥风血雨，吹打的青云门，难道吹打不得他顾余生？师兄，真的到了这一步了吗？唉，那你也不该折断那少年的剑呀，那几乎是他所有的念想了。说罢，何鸿念转身去寻找那一把被折断的剑了。婉云，别理我。世界那么大，你们无法斩妖平天下，却只会欺负一个只有一把木剑的人，你们才是懦夫。何鸿念身体一僵，久久立在原地。良久后，他悠悠叹息一声，转身离去。桃花林，少年在小院下已经呆坐了半天。想清楚没有？从今日起，每日跟我栽种桃树，我授你一身本事。数十年后，等你有能斩妖并积累功绩，有朝一日执掌青云门时，所有的正义都会到来。到那时，今日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数十年太久了，迟到的正义，那已经不是正义了。10年，那就10年。10年之内，我传授你一身斩妖的本事。不，从即日起，我要学杀人的本事。我也不想栽种桃花，有朝一日我要斩尽这满山的桃花。如此，你还愿意教吗？有志气的人通常也会比较狂妄，你尚需磨练。不要忘了，从明天开始栽种桃树，而且3年必须栽种满300株。在一个寻常的日子里，凌霄峰的藏经阁门前走来一位年轻的青云门弟子。数月的时间，少年似乎长高了一些。长老，我来寻找几本修炼的功法。书就在那边，每个架子上都标注有需要宗门贡献点兑换的点数，自己去找，别耽误我睡觉。对了，非本门核心弟子只能兑换第1层的功法。多谢。顾白的儿子吗？是的。掌门交代过，你宗门令中的宗门贡献点，每一点都需要核实，宗门不再按时发放给你，明白吗？明白。我可以接任务赚取贡献点。当然，有志气是好的，就怕你接了任务完不成，没有贡献点可以扣。谢谢提醒。顾余生走到藏经阁的1楼，里面的木架上摆放着不同的秘籍。顾余生此番来寻书，目的明确：一是寻找一本可以与灵兽签订血契的书，二是寻找一本开脉镜和断骨镜修行的书籍，一共3本秘籍。按照顾余生的预计，他宗门令中的110点宗门贡献点应该是够的。光影徘徊，时间流逝，终于，少年手捧着3本书，一步步走到案前。长老，我选好了。哦，选好了吗？我看看。花那么多时间选这3本，你觉得值吗？值。你以为修行就是选几本对应境界的书，照着练下去，就会这么简简单单的突破境界？你这是打算把以后的路全都提前铺好吗？气灵通卷，你觉得以御兽为主的天灵峰都没有弟子修炼的秘籍会有价值吗？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有可以召唤灵兽的契约之书？3大圣地留下的东西未必全是真的，不过是哄骗你这样的小孩子罢了。还是说你以为外面的那些妖兽都是家里养着的猫和狗，你想降服就能降服，弄一只做自己的灵宠？长老，我就是这么想的。你想要搞一只妖兽当灵宠？顾余生，你认识上面的字吗？认得。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一本妖族未化形的妖兽修炼的功法？你能修吗？我每年都能在这里见过无数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3个月就能凝结元胎，1年2年就能入开脉境，3年5年就能顺利至断骨境。你就更加有趣了，看你这意思，是这3年内你一定能进入断骨境？应该不难。好，本来需要120点宗门贡献点的，看你这么天真，我就自己做主，大放一回。3本书你带走，看完之后记得把功法还回来。去吧，我们可不敢耽误你这个绝世天才修行。顾余生捧着3本书走出藏经阁，安静的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哄笑之声。笑吧笑吧。
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神父的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下。房院中，窗前的烛光泛着微黄的光，桌子上摆放着顾余生花费大半天功夫才挑选出来的3本书，最上面的是气灵通卷。气灵通卷的核心是保留灵兽的灵智，让其开窍通人性。可这1000年来，人类与妖族之间势同水火，即便这方世界还有御兽使，也大多是采用蛮横的法子，抹去灵兽的智慧，供主人驱使。这也是这本秘籍被天灵峰弟子嫌弃的原因。顾余生粗略地阅读了一遍气灵通卷，将里面的数种契约仪式记住。至于和灵兽之间的交流什么的，顾余生暂时没有时间去深究。顾余生拿起第2本书《囚龙开脉术》，这5个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上面的墨痕甚至遮掩了书封上的陈旧图案。只有顾余生明白，这本秘籍上面的图案实际上是秘籍真正的名字——真龙变。烛光下，顾余生仔细阅读参悟，期间他换了2根蜡烛，才默默地收起书籍。顾余生来到东厢房，从顾白摆放的这些书中找出一本详细记载了人体的经络图，与真龙变中的隐穴进行仔细对比。好像很多身体内的隐穴在人体经络图中都没有记载，真龙变中对于如何打通这些隐穴也并没有具体的描述。但父亲留下的这些书中，之前看过关于龙族的记载，龙能大能小，能生能隐，能借风控雷，以术法加诸于身，也可以攻击于形。借助外力吗？顾余生把书放回原处，嘴角不由得露出一抹笑容。为了提升实力，他已经做好迎接一切挑战和痛苦的准备。毫无疑问，瀑布后方的那个涵洞绝对是用来开脉的绝佳之地。星空明亮，小院中的烛光连续数天都在亮着。这一日清晨，顾余生如往常一般来到桃花林，拿着一根桃木枝，准备如往常一样练。木剑虽已断，木枝亦为剑。顾余生可没有忘记那位叫于青山的长老曾对他说过的话：一个内心有剑的人，手中握着的东西就是剑。1个上午的时间，顾余生挥了600次剑，直到整个衣衫被汗水浸透，才回到小院。一个人坐在小木虎上休憩。来了，这个时间会是谁来了？怎么那么晚才开门啊？莫姑娘，你怎么来了？快看，我长高了。长大了一些。啊？你再说一遍。长大了一些。顾余生，你信不信我把你房子拆了？莫姑娘，我信，手下留情。那就把额头伸过来。啊，嘿嘿。本来就长大了嘛。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今天天气真不错。喂，小泥鳅，听说你被欺负了，圣地的藏书阁他们不许你进去，是不是真的？你要为我打抱不平啊？这清平山也没什么好的，就是高一些，世界那么大，这里不欢迎你，干嘛要在这里受罪？要不你换个门派，我给我爷爷说一声，让他给你写一封荐书，清平州乃至苍兰国内的宗门，你都可以去修行。莫姑娘，你对我自然是好的，只是我生在清平山脚下，根在这里，我父亲在这里失去了所有的荣耀，那些曲解与嘲笑必须由我去洗刷。世界很大，我却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我答应过父亲，总有一天我要登上清平山，俯瞰这方世界。你好像比我高了，这样很好。万一有一天天塌下来，我替莫姑娘你顶着，你就拼命的跑啊跑。哪会有这么一天啊！我才不跑呢，我要和你一起顶着。顾余生转身跑进房屋，取出一罐桃花蜜水，带到莫婉云的怀里。莫姑娘，我今天练剑还没结束呢，你先玩着，我怕丢了时间。好。过了一会，莫婉云发现少年果然在认真拿着一根桃木枝在当剑练。他把顾余生给的桃花蜜水仔细收起来，背着小手坐在顾余生的面前。顾余生，我有样东西要给你。啊，什么东西？把手伸出来。这是莫姑娘，谢。
以后别再让人把剑折断了。好，夏日的风吹动满山的绿意，少年的身影奔跑在山林间，这是如此的欢快。那一只从山里采摘来野果的雪原，坐在少年的身边，听少年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每日雪原都在涵洞外守着，那少年则是在涵洞中开始苦修，整日按照真龙变中的法门冲击经脉引穴，日复一日。才入深秋，顾余生已期待来年的桃花，期待那一入烟霞，莺飞草长，与莫姑娘的重逢。更重要的是，他在等一个人，等那个山外与他讨酒吃的福建老人，他要拜那人为师。1年前，少年看父亲背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神父剑。那一刻，妖族战栗，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经过数月的苦修，顾余生顺利开辟数条经脉。如今他的修为已至开脉尽5段。一夜秋夜，冷月当空，顾余生修行归来，一人在小院中独酌。这半年来，他在寒洞里修行，每日要饮酒数次驱寒，他早已习惯这一味了。连大雁都有归宿，而我低息。顾余生刹那间只觉头皮发麻，冷月之下，一道道青云门精锐弟子御剑横空，刚刚飞过苍穹的大鸟，哪里是什么大雁，而是一只只飞禽妖兽青鹏鸟。一瞬间，6峰皆有惨叫声此起彼伏，有弟子被青云鸟的利爪一击必杀，被利爪带着飞向长空，然后被无情的抛下。与此同时，桃花林中那一株消失了的千年桃树，竟然诡异般的出现在桃花林，将那些掉落下来的青玉卷进土里，随后泛起阵阵粉霞之芒，鬼魅般消失。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让顾余生瞬间清醒。也就在此时，一只青鹏鸟锁定了顾余生。来吧。雪原，这是什么地方？不仅有人骨，还有妖骨。即便死了，那骨架上亦散发出强大的妖气。恍惚中，顾余生的脑海有上百只大妖张牙舞爪朝他袭来。顾余生猛地一咬舌尖，从那恐怖妖气凝聚的幻境中醒来。大妖，竟然有那么多大妖死在这里！顾余生吹动哨子，雪原的声音从他头顶传来，一棵苍古桃树映入眼帘。别乱动，我来救你。顾余生看着桃树一直在怒嚎，他拿出酒葫芦，他知道这酒葫芦是这千年桃树的克星。这剑，难道这木剑？顾余生的脑海中浮现出在某清晨，父亲顾白从桃花林中拖拽来一根桃枝，那一根桃枝被他仔细地削成现在手中的木剑。就在此时，顾余生手上的木剑陡然泛起一阵粉色的剑光，顾余生猛地从失神中醒来，他反手一剑刺出，精准地刺进那一张桃树的面膜，一汪粉色的血液喷洒出来。你没事吧？顾余生的这一击似乎彻底激怒了千年树妖，他召唤出万千枝条朝顾余生袭来。雪原看见后，他的身体陡然变大，一把将顾余生放在后，纵身一跃。刹那间，顾余生只觉风声呼呼，他骑在雪人的头顶，越过一道万丈深渊的天堑，无数桃枝蔓延伸长，最终却无奈地缩了回去。月光下，顾余生四处张望，他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应该就在凌霄峰的最下方，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一块镇妖碑。镇妖碑散发出苍古的浩然之气，投影在顾余生所在的地方。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那千年树妖才不敢把桃枝伸过来。雪原，现在我们被困在一处只有数十丈宽的悬崖上，看来我们得在这里吹冷风了。顾余生正准备盘坐下来，忽然月光掠过的墙面上有图案和字。苍龙诀，我好像在哪听过。我想起来了，这是一门极为高明的腾挪移空之术。看着墙面滴字和图案，顾余生强行压下内心的喜悦，凝神仔细阅读，将其强行记忆在脑海中。强行记忆后，顾余生再次从头看到后面，确定记忆无错。这时，顾余生注意到，在最后一张图后面，竟然有一行已经风化模糊的字：
吾乃蓬莱逍遥圣君，游历天下七界之地，竟然攀不上清平之巅，岂不是笑话？吾一生树敌无数，却逍遥自在，遨游四方，玄奘天地逍遥行宫苍龙诀，如此神通，将随我烟消云散，岂不可惜？今镌刻于此，以待有缘人。他日有人能攀亲附峰，无怨不语。我一定会登上清平山之巅看看的。轻吐一口气后，顾余生心中也同时多了一个疑问。我父亲的愿望是登上清平山之巅，为何三大圣地的前辈也提到要攀登清平山？而且看他留下的字，似乎是因为攀登清平山才导致殒命于此，生死道消。一座山对一般修士而言，进入河道境后，修行者就可以御剑飞行，难道还越不过清平山？这清平山的最高处，难道藏着什么吗？此刻，少年年轻的心中那一颗探索的种子在生根发芽。我如今已有到断骨境的修炼功法，剑道也到了剑士境，唯独缺少一门身法类的功法。这苍龙诀倒是雪中送炭，正合我意。顾余生盘坐在冰冷的地面上，脑海中开始浮现出刚刚记下的苍龙诀，得尽快修炼，否则10数天之后，我就会被饿死在这里。月光下，顾余生着重参悟苍龙诀这门身法的第一层，它包含了9幅图，其中6幅图都是关于如何入定修行、打通体内的穴窍的，只有3幅图是施展这门身法的变化姿态。又要打通隐穴吗？苍龙诀的第一层需要打通身体4肢的6个隐穴，4肢的穴位却是最难的。顾余生调动丹田中的元气，引导着冲击右手的第一个关山隐穴，丹田中的元气顺着经脉一点点地注入到右手。顾余生已做好心理准备，可当他真正催动元气时，却异常的顺利。第一个隐穴没有任何滞涩，非常轻松的开辟成功了。难道是这些日子修行真龙变的缘故，让自己的身体发生了龙象变化？又过了2个时辰，第2个隐穴也被打通了。顾余生算了算时间，修炼成苍龙诀的第一层，就不至于被困死在这穴内了。虽然他有宗门令可以求助，可眼下青云门遭遇妖兽入侵，谁又会在意他的死活呢？1年前，少年看父亲飞剑斩妖救人族，一去不回。18岁时，少年斩尽满山桃花，于世人面前拔出那一把神父剑。那一刻，妖族站立，魔族胆寒，仙人震惊，嘲笑他的人皆丧于他的剑。星空之下，那个平日监管顾余生种植桃树的太上长老柳元以手为盾，一道清亮剑气将一只4阶青鹏妖灵斩落长空，顿时天空中下起一场血雨，久久不散。顾余生凝望悬崖的对面，那一株千年桃妖竟然展开树冠，将漫天洒落的妖血尽数吸收，待天明之后，化作一阵紫丝的烟霞，消失不见。天渐渐明亮，青云门被一阵迷雾笼罩，空气中犹自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6峰之中，亦还有妖兽潜伏。各峰的弟子名册统计出来了吗？说到底损失了多少弟子？掌门师兄，元方这次只折损了17名弟子，24人受伤。是吗？掌门师兄，这是我统计的名单，一共177名弟子阵亡，大多都是新进的弟子，还有2名长老也不幸死于妖兽的暗袭之下。死去的弟子由宗门事务殿联络他们的亲人，按照以往的抚恤发放银两，家族之中有资质不错的，破例招收入青云门悉心培养。是。掌门师兄，他们之中没有亲人的呢？发放抚恤之事，无论是宗门核心弟子还是杂役弟子，都不得遗漏。此人之子，意思了吗？回掌门，近日我与几位师弟一同去桃花林，那小院不远处有一滩血渍，似有战斗痕迹，小院也无人，只怕是……那个掌门师兄，此子已无亲人在世，死对他而言，或许也是解脱。让宗魂殿留一个木牌，写下他的名字，他只要没有面临妖兽时逃走，就是我青云门的合格弟子。好的，那边的弟子赶紧回峰修行，1月之后将开启宗门历练。不要以为有宗门庇护，你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青云门这一场小劫只不过是毛毛雨罢了，这就被吓破胆了的话，趁早滚下山去。柳师伯，
萧师侄，你是掌门，青云门由你执掌，宗内出了这么大的事，没事就不要往我这里跑。师伯，这一次入侵青云门的妖兽来得有些奇怪，弟子怀疑是有人在暗中操控。没有证据的事不要胡乱推测，早就给你说过，宗门培养弟子一定要严厉一些，不要把他们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几只飞鸟就夺走那么多弟子的性命。照我看，必要的历练不能少，正好深秋之际，适合肃杀修行，打开后山的猎妖场，让新进的弟子都进去历练一下吧。是，师伯。玄机子的目光落在那桃花林深处的小院，脚刚抬起来想往前走一步，却又撤了回来。把多年的挚友印在耻辱柱上的滋味不好受吧？我知道你一向是个念旧的人，当年在仙湖州，顾白还救过你的命，去看看他生活过的小院，也不算违例，看看也是好的。宗门的弟子要守规矩，我虽然是掌门，也要遵守宗门的规矩。这桃花林我不能踏足，就绝不会往前半步。师伯，那小子果真命不好，死了吗？不知道，至少在桃花林中没有他的身影。知道了。这小子心如磐石，一心藏剑。